嗨，派友们好！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9日，距离主网倒计时仅仅剩下5天时间了。过去2天，项目方发布了主网路线图、白皮书路线图章节草稿。透过这些官方的文字，派友们已经把握了项目方的脉络，但是还是希望了解很多细微的事情。接下来派学院就准备了分3部分，播放一下管理员的几段内部录音。今天播放第1部分，希望派友能把问题在这里能找到答案。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派友们一直都盼望这派快点上交易所，马上主网了，派会上交易所吗？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我记得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是说，你们不是说会上交易所吗？我都说了不会上交易所，然后会出现一个像数字银行一样的，它一个兑换服务机构会自由兑换这个派币。那目前呢，这种生态通过头脑风暴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相信你们也看到了。还有其他的交易所啊，他们墙上只要在就是说项目方派币项目方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墙上以后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到最后上的就是一个期货。比如说你上出来的就是说你要上1万个派币，首先你手里面没有1万个派币，那么你就上的是期货。期货呢，人家购买以后1年之后你要把这个期货交出来，你拿不出来那就代表你没有，就代表崩盘了，项目方没有给你授权，你拿不出来那么多币。包括你们现实当中就交易所里面去炒外汇炒黄金都一样，对吧？我去买了100万的黄金，那证明你交易所里面上这个就是说交易所的这个人呢，他是能拿出100万的现金这个黄金实体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期货，他也可以把这个黄金拿出来，你到底要钱还是要黄金？你要钱，那么我就把钱转给你；你要黄金，我就把黄金给你，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他拿不出这个派币来，他就代表没有实质物体，他就是墙上就叫期货，他拿不出来就会崩。所以说这种墙上交易所是没有用的，必须在项目方授权以后啊，然后他会开通一个链，比如说他是跟上的火币交易所，它有个火币链，然后大家通过火币链把派币转到交易所里面以后，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派币。其他如果说没有开通这个火币链，或者是其他交易所没有开通这个链的情况下，那么币都是转不进去的，他何来的派币给你们交易？所以说所有他们上的都叫期货，到了一定的时间，那么该达到那个期限，就是说你们花钱去买了，但是到了个时间以后，那个交易所它是拿不出来这个派币的。包括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交易所墙上派币了，还有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就说去冒充尼古拉斯他的推特账号，他都已经发布了说首先没有就是说授权任何交易所来对接咱们的派币，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账号呢，也通过这个页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去关注他。任何交易所现在上的派币它都是假的，连一个代币都拿不出来。如果说你现在花10万块钱你去买他们交易所的币，到了主网以后，这个币它是拿不出来，给不到你的，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花钱去买了一堆数据。你现在去交易所买的派币都是那个后台交易所他自己上的墙上的一个一串数据而已，他能给到你的只是一串数据，而真正的派币还是在大家的钱包里。很多派友盼望着 KYC 快点到来，这样就可以把手上的派币兑换成现金，看着真金白银，才会觉得一直以来对派的盼望不是梦想。那么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还有一个误区大家都在哪里呢？ KYC 以后并不代表你就说能够自由的把这个派币拿去，就是说自由转给任何账号。在主网之前可能是不会被允许拿去买卖或者出售给别人，但是你可以易货。真正能够自由进行交换的时候，转到任意一个人钱包里面的时候呢，他这个估计要等到主网之后了。因为在前面的就是说前300名那一批先锋里面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们的币呢映射出来以后，有的人是在易货，但是有的人违规了，把它拿去换成了现金。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可能 KYC 以后只能通过易货，然而不能就说自由进行一个买卖交易。主网以后呢，然后估计它会全面打开，就说无论你们是去交易啊套现啊，这个都无所谓了。
这段时间派学院接到很多留言，都是关于手机号验证方面的问题。有的人注册时手机号填写错误，有的人用手机号注册后换了号码，还有些媒体说，如果手机空卡挖矿会被注销账户。这些问题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回答。KYC 以后，它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现在必须手机号在，如果说在这之前你去注册一个脸书账号，然后把这个脸书账号跟这个手机号绑定，如果说在手机号码成为空号，就不能有效的证明这个账号是你的，那么你可以通过你脸书账号也绑定在上面，同样可以证明这个账号是你的，就说你挖的币还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之前呢，你们可以多做一个步骤，就说有那个能力的去注册一个 Facebook， 就说脸书账号，同样跟它绑定在一起，只要其中有一个可以证明这个挖币的账号是你的就行了。他并不说非得要认证你这个是什么，他只需要就说你证明这个账号是你自己挖的，这个账号属于你的就行了。在过去几期节目中，我们一直在说，传统数字货币目标上交易所派的目标从交易所走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听听管理员如何回答。其实为什么？所以说大家一开始高认知的派一直都在喊一个口号，就说这个派网络就是来接管现实当中的金融体系的，所以说他们就是把这个看得很全面，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钻空子，但是呢，又保证你每个人在里面就是说能够获得财富。其实这些东西你们真的就说认真去研究一下派网络这个机制，它的蓝图构架看懂以后，你们自己作为一个项目方，你觉得怎么做才能成功？如果说一边上交易所一边来易货的话，其实根本就不是成功的。最后大家会把它偏向于哪里？偏向于交易所。为什么呢？因为交易所每天在拉盘，还是开始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交易所同时上的这边又在做生态，生态这边标的是1000块钱一个，交易所那边拉到2000了，有这种情况，炒币的大家都明白，对吧？那么中间就形成一个差价，所有人最后都瞄上了哪里？交易所，大家都想去赚这个差价，所以说大家都把币转到交易所去了，有几个人来易货了？没有了，所以说这样的生态它是做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不会上交易所。开始我跟大家说了，并不代表说以后不会上，只是说主网之后差不多半年之内它是肯定不会上的。派币的价格是多少？这个问题派友们讨论了好久。从100美元讨论到10万美元，这些讨论是空中楼阁吗？主网后会是一个什么价格？这个问题相当有诱惑力，也相当的不确定。现在我们听听管理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讨论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不会太低，这是有一定的理论的，并不要项目方出来说，因为大家可以想到一个问题，首先你们挖了1-2年的派了，对吧？如果说照他们说的1美金都不到一个这么便宜的话，首先你们今年年底释放出来的基础币，可以说很多人拿不出来1000个，1美金一个，给你算1000个基础币，你才1000美金，易货买一个手机就没有了。你辛辛苦苦挖了2年，就为了项目方运行了2-3年，对吧？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挖出来的币，一次货买一个手机就没有了吗？那后面的生态怎么做？所以说这价格太低了，也是做不了生态的，这是确定性的。价格太低了，它这个生态项目整个项目都会崩溃，做不了的。因为 KYC 以后，所有人的基础币释放出来，平均每个人手里面可能只有几百个基础币。如果说真的是照他们说的那么低，1美金一个，也就是几百美金，你拿去买个手机就没有了。大家都会先去易货为主。如果说这个派币大家手里面的挖了这么久的基础币，拿来只买一个手机就没有了，一笔交易就把它花没了。后面11个月怎么办？1年有12个月，你第1个月第1天就已经把币消耗完了，后面的12个月他不要做生态了嘛，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派币的价格肯定不能太低，太低了易货它是易不起来的。思想啊给转变过来，就是说派币它就是钱，你不一定就说非得把这个派币去换成钱，换成钱的是干嘛的？就是消费、购买服务、购买劳动的。那么你换成现金以后，你同样要拿回来跑到这些商城里面购物，而这些商城就是沃尔玛、亚马逊、谷歌这些商城，他们已经在派网络上了。所以说你们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
不用去把它换成现金，你们拿着派币就可以直接购买到你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有个好处是什么？你套完现金以后，你钱它不能变得更多，你存到银行里面大不了每年3%的利息，存100万进去每年就3万块钱利息。但是你把派币捏在手里面，你想过没有？100万的派币有可能放到明年它涨到300万、500万了。所以说你手里后面3到5年以后，派币在全世界流通以后，大家就会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啊，就会明白了，派币比人民币值钱，因为它有升值空间。所以其实很多人并不要去担心啊，怎么去套现，其实根本没必要想着去套现。你套出来的钱，你不能做更好的投资，赚到更多的钱，那么你就是在亏钱。既然你没有更好的地方去投这个钱，干嘛把它套现？持有派币以后就是最好的投资，你啥也不用干，每年那个资产就在稳稳的往上涨。今年一个派币只能买1个手机，到了明年一个派币可以买3个手机，那么你的资产就相当于就翻了3倍。但是你换成现金可以吗？不可以。对呀，你们换成现金以后，无非就是说放在手里面呢，比较感觉靠谱一点，拿着钱在银行卡里面存着安心一点，或者拿去想去干其他什么。其实派网络上同样也可以，你把派币存到那个矿池里面，同样可以继续挖矿获得利润。那你把钱换成现金，你存到银行，它也是给你一部分利息，对吧？但是我敢保证，银行给你的分红利息永远没有矿池给你的高，而且包括银行里面它也有投资理财产品，对吧？你普通的玩家，你把钱存进去，存100万，它年利息也就3%，但是你买一个理财产品，它可能会高1倍，给你达到7%年利息。但是如果说你再聪明一点，你把这100万拿去做生态，我不存到银行，我拿去投项目，搞房地产，我能赚到更多的钱，我能赚到200万、300万。派网络上同样有这样的项目，就是什么现在的生态项目。当你们想着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去找项目了。你比如说现在做得好的，你像那个来酷购商城、派网络国际商城，对吧？他们这几个商城就是走在了世界前沿，他们拉住了用户量以后，他们就说，如果说有那个就说募集的情况下，你们能把派币投在他们上面获得股份的话，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商城以后会像什么？像那个腾讯公司，像现在的淘宝、阿里巴巴一样，10年之后它的市值绝对会翻1000倍。也就是说，你现在投100个派币进去，给它做拿到一部分股份，10年之后你的资产会翻1000倍，你就达到10万派币。这就是眼光。所以说，你们选好一个生态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的目标并不说只挖矿，挖完了挖到足网就结束了。真正的财富在未来的生态里面，还能赚到更多的财富。派友们，很多疑问管理员都给了我们答案，不知道派友是否领会？在未来的2天派学院还会播放管理员的更多内部录音，希望派友们准时收听观看，希望管理员的答疑能帮助到每一位派友。如果认为管理员的录音帮助了你，就请伸出你们的小手订阅派学院频道吧，同时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啊，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下期我们继续播放管理员优内部录音，主网后如何经营你的派。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下期见，拜拜。